二叔看了二婶两眼，便看向了战月。二婶是直接就看着战月，对侄女说道：“林医生准是误会你和战月的关系了。他是不是认为你不接受他是因为战月？因为战月长得比他好看，家世又好，也有本事，赚钱都比他多，他比不过，就将你不爱他的过错都推到战月身上。”曾小雅看向战月，讪讪地笑了两声，歉意的道：“战月，不好意思，害你被林学长误会了。我已经解释清楚，但林学长不相信。小雅，既然林医生误会你和战月，那你们俩干脆就假扮一对情侣，骗一骗林医生，让林医生彻底死心，他就会重新开始新的恋情，不会再纠缠你，不用反目成仇了。当然，他要是在意你和战月在一起，要与我们断绝来往，我们也只好配合他，以后不来往了。两家都是开诊所的，同行相忌，严格来说有对头之嫌。但曾家人厚道，哪怕林医生经常来请教问题，曾二叔都认真指点、教导、传授经验。遇到曾小雅的爷爷奶奶在家里，林医生来请教问题时，两位老中医也会指点一二。可以说曾家人是很厚道的，并没有因为林医生的诊所就在他们家不远。他们觉得大家都是学医的，学医就是为了治病救人。年轻的医生经验不足，需要请教时，说明他们好学，他们老一辈的当然要指点一二，让年轻的医生医术越来越好。医生的医术好了，就能造福大众，这是他们学医的初衷，治病救人。没想到他还能和小雅演一下情侣啊，他可是会假戏真做的哦。二婶，这是我和林学长的私事，不好拉战月下手的，战月以后也要恋爱结婚的，若是让他未来的妻子知道他曾经这样帮过我，多不好呀，对方肯定会介意的。曾小雅也不想这样做。战月立即说道：“小雅，我目前单身，就算以后会结婚，那也是以后的事，谁没有点过去啊？我相信我未来的妻子是个大度的人，不会计较我认识他之前的事。二婶说的对，林医生都误会咱俩的关系了。我们平时就像普通情侣那样，一起逛逛街，买东西，吃饭，看看电影。林医生就会以为你和我在一起了，他自会放弃。”曾小雅说道。战月，那样的话，林学长真的把你当成情敌看待，会不会对你做点什么，岂不是连累了你？虽然林学长不会是那种为了爱就伤害别人的人，曾小雅还是提醒战月：“二婶，我想林学长慢慢会放下的，我不需要走到让战月假扮我男朋友的地步。”曾小雅想到何月华和林学长已经睡过了，虽说没有真正发生关系，但他们同床共枕睡了一个晚上，林学长现在心乱如麻，等他想清楚了，他会放下对他的感情，何月华也不会放过这个能让林学长娶她的机会。曾小雅拒绝了让战月假扮男朋友的提议，还有一个她没有说出来的原因，面对战月这么帅的男人，曾小雅怕越发熟悉了。假扮情侣期间，她真的爱上了战月，若是战月也喜欢她，两情相悦，还好说皆大欢喜，就怕他爱了，他不爱，那样只有他痛苦，他何苦呢？上一次情伤，他花了几年时间，才让自己真正放下，能够坦然面对了。那段时间有多难受，多痛苦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他不想再受一次情伤。战家是千亿豪门，哪怕大家都说战家的家风很好，长辈很开明，曾小雅都不敢去想，总觉得他和战月就是两个世界的人。他是学医的，他是开公司做生意的，两人不同一个圈子，交际不一样，话题也不一样。热恋时可以不在乎，一切都能克服，婚后回归现实，就会觉得两个人根本不适合，因为没有共同的话题。他说的医学他不懂，他说的生意他不懂，他的身份地位以后少不了应酬，参加各种上流社会的宴会，他可没有那么多时间陪着他出席各种活动。
也不喜欢那种场合。曾小小参加过宴会的，虽然不是战乐会参加的那种高级大型的宴会，场合差不多，性质也差不多，他就不喜欢那种场合。有空他宁愿多翻2本医书或者种点草药。他家楼顶就用花盆种了些许草药。爷爷奶奶是老中医，曾小雅虽说没有选择中医，但他从小就耳闻目睹，爷爷奶奶也教过他。在中医方面他也不错，种草药、辨认各种药他都不成问题。小雅，以后你需要人假扮男朋友的话，再找我吧，我不怕麻烦的，一定会演好你男朋友这个角色。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，可以给我一点报酬的，我拿钱办事，你心里也好受一点。战乐善解人意的道，心里巴不得曾小雅让他假扮男朋友，他一定会假戏真做的。若是他需要他假扮男友在演戏这段时间，他也有信心让曾小雅真的爱上他。曾小雅笑道，还是算了，我就那么点工资，自己都不够花，哪里给得起请你的报酬？请你演戏，一天少说也得好几万吧。千亿豪门的八少爷呢，人家本来就身价极高，几万块钱一天的报酬，战乐估计都看不上。人家每天经手的生意都是以亿计算的，最差也得是千万的单位。战乐笑，没有再说什么，知道这件事不会成的。不过他没有请她假扮男朋友，他可以主动充当她的男朋友，助她劝退林医生这个情敌。他本就喜欢她，要追求她，不过是有一个让他能接受的理由罢了。二叔、二婶，你们和战乐聊，我上楼去了，今天很忙，累死，想早点休息。二婶恩着，那你赶紧去休息，别玩手机哦。曾小雅边往楼上走去边说道，知道了，我不是小孩子，有自控能力的。她并不沉迷玩手机，手机于她来说就是通讯工具，有人给她发信息，她回复一下，就这样。鲜少会刷视频，觉得刷视频很容易让人颓废。战乐的视线追着曾小雅走，直到看不见了，她才敛回了视线。曾二叔夫妻俩当没看到。3个人又聊了好一会儿，战乐才告辞而去。我看战乐对咱们家小雅是真心的，她怎么不表白呀？二婶颇为心急地道，她恨不得代替战乐向小雅表白。二叔说道，他们认识的时间不算长，战乐考虑的应该是小雅对他还不算了解吧，他现在表白会落得和林医生一个结果。这小子精着呢，他每天都制造各种偶遇，不管小雅去哪里，总会遇到他盯得这么紧，又一点一点地融入小雅的生活。温水煮青蛙，小雅会爱上他的。二叔继续说道，按你分析的来看，的确是战乐更适合小雅，战家咱们家也攀得起，他曾氏家族也不差，小雅配战越是配得起的。我跟小雅说说。二叔拉住老七，你着急什么呀？就让战乐自己追求小雅，小雅接不接受他都是他的事，又不是我们要娶老婆，你那么着急做什么？他爱上了小雅，你以为咱们的侄女婿还能换人，准是那小子了。他听说战家的男人一旦动了心，就会想方设法追妻到手，结了婚也会一辈子忠于婚姻及家庭，这样的家风很是难得。哎，可惜了林医生。不过如果小雅是他亲生女儿的话，他也舍不得让女儿嫁给林医生，麻烦太多。小雅虽不是他的亲生女儿，却是亲生侄女，他看着长大的视若亲女，他是真的希望侄女能嫁个好家庭呢。小伙子怎么样是重要，但他的原生家庭也很重要。战乐的原生家庭就比林医生的好，不仅仅是战乐家里有钱，而是战家的人都有能力，不需要啃谁，林医生就被大多人啃着了。二婶笑道，你现在也认可战乐了？我还以为你会一直想帮林医生呢。我谁也不帮，他们自己各凭本事。二叔说道，我的侄女又不愁嫁，我干嘛帮他们追我的侄女？没有将他们赶出去算不错的了。
自家养大的孩子，哪怕他们盼着孩子们成家立室，可是真到孩子出嫁那一天，他们还是很舍不得的。顺其自然吧。战月不知道在他走后，二叔二婶说了什么。他骑着电瓶车往家里而去，半路上却被一辆轿车不停地按喇叭逼停了。他停车，看向轿车上的人，那人按下了车窗，赫然是林医生，他的情敌。战先生，方便吗？林医生探头出来，问着战月。林医生有事，我想和你聊聊。战月抿抿嘴，说道：不是很方便，不过林医生想和我聊聊。几大我都会挤点时间给林医生的。林医生要在哪里聊聊？林健说道：前面有个小公园，我们到那里停好车，就在公园门口坐坐，聊一聊。对情敌，林医生抠门得很，舍不得请战月去喝东西。战月说道：去公园聊聊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咱们俩是男同呢。林医生是舍不得请我喝杯饮料吗？就不能请我去奶茶店或者咖啡店坐坐？要是林医生舍不得钱，咱们 AA 制。林健对情敌抠门，战月也不大方。情敌呢，跟自己抢未来老婆的男人，他当然不会大方对待。林医生想了想后说道：前面有家奶茶店，我们去那里坐坐聊聊。行，林医生前面带路。你的车呢？平时不是开着一辆豪车显摆的吗？林医生讽刺地问。今晚怎么骑着电瓶车了？还没有上牌，新买的吧？战月说道。平时开着的那辆豪车是我大嫂的，借她的来开一开，过过豪车的瘾。林医生不觉得在市区里骑电瓶车要方便很多吗？骑电瓶车又不丢人，只要出行方便就行，都是代步的工具。情敌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很是看不起他的样子，认为他就是个肯哥肯嫂的肯一族。战月干脆就撒个谎，谎称他平时开的那辆豪车是借大嫂的，让情敌以为他真的没鬼用吧。林医生不说话了，按上了车窗，咻一下就开走。开辆车有什么好了不起的？战月嘀咕，以后情敌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会是什么表情？战月不打算告诉他，反正小雅不爱林医生，等到他追妻成功，以后和林医生也不会有什么交集了。他没有必要让林医生知道他的身份，至少不会主动告诉对方。等他和小雅办婚礼，对方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，那就与他无关了。战月骑着电瓶车跟了上去，他的车速当然不如对方的。林健时不时就会减速，让战月能一直看到他的车，免得战月跟掉了。也就2-3分钟，便到了林健说的那家奶茶店。奶茶店中规中矩，不大不小，可能是夜深了吧，此刻店里没什么客人了。两个人进去，店员都看着他们。两个人淡定地找了张桌子坐了下来。林健随便叫了一杯奶茶，战月则是只要一杯温开水。怎么舍不得一杯奶茶钱，只要了一杯免费的温开水？林健讽刺他。战月拍拍自己的脸，说道：我要保持好身材，要保持好我的俊美。都这么晚了，还喝奶茶，糖分太高，对身体不好。你是学医的，你不懂吗？林健语塞。林医生想跟我聊什么？战月接过了服务员递给他的那杯温开水，向服务员道了谢。林健要的那杯奶茶就没有那么快。你喜欢小雅对不对？林健开门见山直接问道。战月也不隐瞒，他说道：曾医生是个优秀的女孩子，我对她一见钟情，怎么不行呀？只许你喜欢她，不许我喜欢她。就知道你是喜欢小雅，小雅一再的拒绝我，是因为你吧？你不就比我长得好看点，嘴巴甜一点会哄人吗？你一个肯兄肯嫂的肯一族，配不上小雅。战先生要是真的爱小雅，肯定希望小雅幸福的。战先生连份稳定的工作都没有，拿什么给小雅幸福？